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。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坠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。或被恶人逐，坠落金刚山，念彼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。或执怨贼绕，各执刀加害，念彼观音力，咸记起慈心。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寿终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。或求进枷锁，手足被扭卸，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。我们先看经文的这句：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坠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。要知道须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呢是微妙，一种是非常高大。所谓须弥峰，即是非常微妙高大的山峰，也就是说，假使在高大危险的山峰上，有人要把你推下去，那么这时如果意念中能够升起观世音菩萨的力量，就像太阳悬在虚空中，不会坠落到山峰下。那么有人要问了，为什么有人被推坠悬崖，反而有如太阳一般悬在虚空中，不会坠落呢？要知道地球是有引力的，怎么可能不会掉落呢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都是一些形容词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有人要把你推落山峰呢？那么一定是你本身有问题。如果能够提起正念，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智慧，那么便是修行者。那么是修行者，有如太阳安住在虚空中，稳如泰山，自然不会出这种事儿。这里并不是说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观世音菩萨便能来救你，而是在可能造成危险苦难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能提起正念，那么便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自己应该提起正念。接着经文说，或被恶人逐，坠落金刚山，念彼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。这里的或是或者假使的意思。所谓金刚山是硬石累累的石头山，也就是说，假使有恶人追你，坠落到石头山，那么还能活命吗？我想一定是粉身碎骨。那么为什么有恶人追你呢？我想必定有其原因，否则你不会被恶人追，也不可能摔到石头山。这里不能损一毛，是毫发无伤。念彼观音力，是意念中必须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愿力、智慧、修养。那么对于学习佛法的人而言正念所起，那么自然所有的障碍都不会发生。真正的问题在于正念所致是什么呢？你的意念是善，那么即是善；你的意念是恶，即是恶。接着经文说，或执怨贼绕，各执刀加害，念彼观音力，咸记起慈心。要知道一般说怨贼，是因为一些言语或者身体行为的表现，使人受到伤害而造成怨恨。那么经文所说的怨贼并非这种现象，而是假使在某种环境刚好遇到很多的山贼土匪，那么每个人手上拿着刀要抢你，要杀害你，念彼观音力，所有山贼土匪都会升起慈心，不忍心杀你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所表现的一定不是恐怖或者是恐惧，除非你身上带有很多财宝，你害怕被他们抢，或者是你做了亏心事儿，因此而害怕。那么假使能够提起正念，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智慧，那么意念中毫无旁骛，没有杂念，那些山贼土匪也会感觉奇怪，认为这应该是善良的人，而不会杀害你。那么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发现，比如有时候心里会害怕，或者遇到恐怖的地方，便会称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。其实在意念中就会产生一种力量。紧接着经文说，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寿终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。要知道或遭亡难苦，那么这一句很多人不得其解亡难就是国法，以现在的说法就是国家的法律。那么假设违反了王法，一定要遭受苦难，而且是死罪。按照道理临行刑的时候应该终结生命。那么为什么念彼观音力，刀随即一段一段的坏掉呢？难道是金刚不坏之身吗？我想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文字，的确很难解释。要知道，我们意念中都是提起正念，以慈悲之心修养智慧，那么刀不可能加到你的身上，因为你不会违反国家的法律而受苦难。如果真正遭受这种苦难时观世音菩萨也无法去救脱你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照着文字去解释普门品，因为普门品不是神话，而是佛法。接着经文说，或囚禁枷锁，手足被扭械，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。那么这里的释然并不是开释离开监狱，而是能够放下，很坦然。那么整句是在说假使被囚禁，关在现在的看守所、监狱，铐上脚镣手铐，或者因为疫情而被管控隔离在家里很长的时间不能出门。那么在这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提起正念，想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愿力智慧的修养，对一切的事情很坦然，可以放得下，那么就不会因为被关在监狱或者被隔离关在家里而感到烦恼、怨天尤人、担心害怕，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受影响。那么这不就是得解脱了吗？所以以世俗而言，不管人的问题、事儿的问题造成烦恼，问题是必须能够提起正念，然后具有这种智慧修养，你才能够坦然地面对问题，化解问题。那么好，关于普门品的经文，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坠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，或被恶人逐，坠落金刚山，念彼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，或执怨贼绕，各指刀加害，念彼观音力，咸记起慈心，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寿终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，或囚禁枷锁，手足被扭械，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